们真的是捉错人了。我不是色魔，也没有杀人，你们别浪费时间在我的身上。你有没有杀人，我们查过以后就知道了。你们是不是又捉错人了你还对上次的事耿耿于怀啊 ？Anyway，I'm sorry。小姐，小姐，别动，把双手举起来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让你们白忙一场了。结果还是要把我给放出来。不过你千万不要犯错哦，要是你一犯错，我一定会逮捕你的。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请召唤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喜怒一步一步在回转，心事一串一串看不穿，好想靠近了，却又遥远的渴望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传，人心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，人心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喂，你想干嘛？我怕麦等会出事。你放心啦，Madam 不会有事的。臭三八，你很喜欢骂人是吧？我今天就要了你的命！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。啊！你很喜欢骂人是吧？我今天就要了你的命！不如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你就直接承认吧，这3起无头女杀案都是你干的。我看是你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你们最多也只是告我袭警而已，大不了坐几年牢。来啊！不只是袭警，现在是杀人未遂，而且证据确凿。来，看一下，现在你认得这3个女人了吧？不认识。我们已经查清楚你的底细。你之所以会有杀人动机，是因为你憎恨女人。你小时候过得很不快乐，因为你的继母对你很不好，她经常打你、骂你，甚至虐待你，对不对？你的前女友也跟我们说，你这个人脾气很古怪，经常跟她吵架。不过我记得她跟我说，她最受不了你的就是你根本不像个男人，什么都不敢做。
哎，也难怪他会这么说。你杀了人也不敢承认，真的是很没有用。不要再说了，这个死妈婆！我有说错吗？如果你不想人家看不起你，就爽快一点承认吧。人是你杀的，江湖是你盗的。是，人是我杀的，是我杀了他们的。这些女人根本就是死有余辜，罪有应得的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他们凭什么要骂我？凭什么要打我？凭什么要看不起我？还说我不是男人。既然他们那么爱要骂我，就让他们永远都开不了口。王富强，恭喜你啊，3条人命，你准备被判死刑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3条人命，你准备被判死刑？这个人我不认识，我没有杀他。黄富强的案子已经处理好了吗他基本上已经招认了，我们正在处理最后的手续。 ？Well done， 这次辛苦你了。Thank you, sir，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从来没有质疑你的办事能力。之前对你的施压，是因为上头很注重这件案子，希望你能理解。我理解。其实 sir， 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想向你报告。什么事？之前我们在审问王福强的时候，他承认杀害了前2名死者，但是他坚决否认杀害了妹。你相信他所说的？从他的肢体语言还有说话的语气，他不像在撒谎。你认为杀害妹的是另有其人？所以我希望可以继续追查妹的 case。为了这次的连环凶杀案，警政署因为外界的舆论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上头也命令我们尽快破案。既然你有疑点，我只能够再给你3天的时间，尽快理清事情的真相。Thank you, sir。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你约我出来不会没有目的的，难道又是一个陷阱？你想太多了吧？我只是要谢谢你上次救了我。谢谢我就不用，不过我拜托你，下一次有行动先通知我一声好不好？当时情况太突然了，我也没有料到你会出现，而且我也是临时才想到可以利用你激怒王福强的。你还敢说啊？还好我了解你，配合你的演出，才没有露出破绽。你是不是因为担心我，所以才会突然回头啊？我是担心你抓不到人。你放心吧，我们早已经部署好了，他们已经在外面埋伏了，所以就算你不出现，王福强也是跑不掉的。他已经认罪了。他认罪了，不过他不承认妹是他杀的。我不是很明白，他既然已经承认杀了人，为什么他还要坚持妹的死跟他无关呢？唉，在你心目中，工作还是占第一位，跟你喝个下午茶都这么辛苦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如果下一次真的再有男朋友的话，不要犯同样的错误，因为他会很痛苦的。以前我也是这样的，你怎么不说啊？有些话在一起的时候是说不出口的。那我也要提醒你，以后你交女朋友的时候呢，不要每次迟到，让女生等。原来你介意啊？那又不早说。有些话在一起的时候是说不出口的。我觉得我们分手之后相处比较自在。以前跟我在一起很有压力吗？哎，这不是我说的啊，这是你说的。凶手已经抓到了，你也可以安心了。是妈咪对不起你，我没有想到我跟 Daddy 的事情会渐渐害了你，对不起。
可以聊一下吗？妹之前有说过，我们一家人很久没去旅行了。她已经订好了机票，下个礼拜就飞。我想说，既然机票都已经订了，那我们就当成是完成她最后的心愿。可不可以看在妹的份上，抽出一点时间？妹已经走了，难道你连一丝丝的歉意都没有吗？要不是因为我们闹离婚，妹也不会有事的。其实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们两个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离婚吧。我早已经对你没有感情了。以前妹还在，为了不想影响她，才没有向你提出离婚。她现在走了，一切都该结束了。我们两个这样勉强相处下去，真没意思。离婚对彼此都好。我是不会离婚的，我是不会答应离婚的。听我说，我最受不了的是你的任性。要不是你无理取闹，妹也不会离家出走的。你每次只顾自己，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感受。我没有在乎你的感受，这些年我是怎么对你的，你知道的。我很感谢你这么多年来的照顾。既然你都觉得委屈，何必要坚持呢？你真棒！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？我不要离婚，我不要离婚。就当成我已经死了。他怎么可以那么的绝情？他说要离就离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你先别难过，我们一定帮你争取到最满意的赡养费。我要的不是赡养费，我要的是他回到我身边。李太太，李先生这一次这么坚决要离婚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原因？我不知道原因，他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。不过我怀疑他有外遇。外遇？你有什么证据啊？我没有证据，可是他每天回到家，他就是看着电脑，要不然他就说他有急事要出去。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李太太，如果你真的怀疑李先生有外遇的话，我建议你请个私家侦探来调查他。花多少钱都不是问题，我只要他回到我身边。不用这么麻烦，你放心，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好了。你们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们一定帮你查得一清二楚。谢谢。谁查？当然是你啊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们一定帮你查得一清二楚 ，OK？张台长，谢谢总裁。
梁先生，请坐。好，走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吗？其实我来是想谈一下你跟你太太的事。是不是需要签什么文件？我可以马上签给你的。不是。那还有什么事吗？其实，你太太真的不想离婚，所以我想你们有没有可能找一个机会坐下来，好好的谈一下，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，这样。我和他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谈了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帮不到你。离婚文件准备好了，麻烦你通知我一声。那我先走了，慢走。喂，袁叔，我已经跟他3天了，我已经说了他一点都不可以。他每天就是从家里到公司，然后工作16个小时，工作完了之后就回家，一点娱乐都没有。这种人怎么可能有小三呢？你不要再怀疑他了，你根本是在浪费我时间，好不好？哎，等一下他出来了，不跟你谈了啊。其实每种花都有自己的花语，比如说百合花代表神圣、纯洁，向日葵。不好意思，是你啊？你先去忙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是老板娘？嗯。你等我一下。上次欠你的钱，谢谢你的帮忙。我差点都忘了。你的问题解决了吗？算是吧。对了，你想买花吗？我帮你啊。不好意思，其实我不是来买花的，我有其他的事情。什么事啊？刚才是不是有一个男人他来买了一束花？你说李先生啊？啊，你认识他？嗯，他是这里的熟客，每个月都会来2次。他没空的时候，我就帮他送花了。那你知不知道他把花送去哪里了？你心情应该很好吧？我讲故事给你听。上次应该念到这里吧？这次小王子驯服狐狸。离别的时候，狐狸说：“你再去看看那些玫瑰花，他将知道你自己的那朵玫瑰花，这是世界上唯一的。到时你再回来跟我再说再见。”李正邦跟这个女的肯定有古怪。你要我查他们之间的关系啊？不用这么麻烦，我只需要这个吴文琪的资料。吴文琪？怎么了？这名字很熟悉哎。
这个吴文琪真的很神秘，我问过院方，他们完全没有他的详细资料，也不知道他的背景。你是不是推理剧看太多啦？搞不好他们是远方亲戚呢。李正邦对这个吴文琪已经超出了亲戚的关心，事情绝对没有那么单纯，一定有古怪。拜托你了。唉，好吧，下不为例啊。谢了。喂，妈，什么事啊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什么事啊？妈说又找到慧心了。这些年，我跟爸都生活得很苦。爸为了面子，一直都不肯让我回来。直到他离开以后，我拼命的工作存钱，终于有机会回来找你们了。妈，我真的很想你，我们以后不要再分开了，好不好？傻孩子，妈不会让你再离开的。妈，什么那么迟啊？哎，安妮你也来了。保姆，我刚才跟文杰在谈事情，所以就一起过来了。Hello， 就是你哥哥文杰。哥，没想到那么多年了，我们还能再相聚，真的是太好了。你就是慧心。你怎么了？瞪着呢？看见妹妹回来了，高兴的不会说话了。谢谢。来来，吃饭吃饭，大家吃饭啊！保姆吃饭啊！哎，你那么熟了，吃多一点啊！妈，吃饭。哎，吃饭吃饭。来来，给你，谢谢。喂，这鸡怎么这么辣？你不觉得太辣吗？还好啊，你小时候都不吃辣的，一点点你就受不了。口味变啦，毕竟我在美国那几年连吃饭都成问题，所以我不再挑食了。现在不管是酸甜苦辣，我都能吃哦。哦。哎，对了，安妮，你刚才不是在告诉我关于那欺诈案的事情吗？结果怎么样了？欺诈案？你不是说你们把骗子抓进警署了？你是怎么拆穿他的？哦，再完美的谎言都会有被识破的一天，而且很多时候说谎者以为他们自己的演技很好，但是在我们经验老道的警察面前，他们就很容易露出破绽。你们是在说那个最近的什么爱情骗子的事情吧？不只是爱情骗子，还有那些骗色啊、骗财的，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不行，你刚刚回来你要小心一点，这里很多骗子。小心点，喝点水吧。妈，我先出去打个电话，快点回来啊！小心点哦。他到哪里去了呢？这么久，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？不会回来了。不可能的，我会在这等他回来。难道你还看不出来他是假冒的吗？伯母，那个女孩子真的是骗子，她的一举一动已经出卖她了。你应该知道慧心从小就喜欢吃辣，如果她真的是慧心，她绝对不可能忘记的，还配合我说的东西。我刚才就是故意跟安妮提起骗子的事，就是要试探她，结果她真的做贼心虚跑掉了。伯母，别等了，我送你们回去吧。慧心从小就爱吃辣，这个我当然是知道了。其实我早就看得出来，她不是慧心，我是心甘情愿被她骗的。你呀，为什么识破这个谎言呢？难道不可以给我一个假希望吗？妈，你又何必这样呢？我一定会找到慧心的。你还说呢？这么多年了，什么办法都用尽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有时我在想，我宁愿被骗，这样我可以幻想他还平安，他没事，我心里就舒服一点，就心安一点了。妈，对不起。慧心，慧心，慧心，哥，你为什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每次都躲在同一个地方，你不会换别的地方躲吗？我怕我换另一个地方，你会找不到我吗？傻
吧。你到底在哪里？你不要躲了好吗？哎，这么早就到了？小姐，请问想喝些什么吗？你给我一杯热的柠檬蜂蜜。好，谢谢。那你要的资料。吴文琪39岁，他从小父母就去世了，后来他是被亲戚收养的。他第一次结婚的时候遇上了爱情骗子，失去了一切。后来他遇到一个叫王大卫的，他以为他可以过这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，可是谁知道16年前，王大卫涉嫌了一起绑架案。他畏罪潜逃，丢下他，导致他现在变成痴呆的样子。这跟李正邦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记不记得几年前李正邦被绑架的事件？有一点印象。后来证实，绑架李正邦的就是吴文琪的丈夫王大卫。不是吧？这么巧？就是这么巧。你能不能仔细的再告诉我，李正邦当年被绑架的经过？16年前，李正邦接手岳父陈氏集团 CEO 的职位。李正邦为人嚣张跋扈，不止员工讨厌他，他在外面也得罪了很多人。能者跟弱者什么差别，懂吗？机会，我现在就给你们最后的机会，48小时内把这个计划重新写过，好不好啊？哈哈，谢谢啊 ，Thank you。后来有一次他出外公干，就被人绑架了。没想到他的为人竟然这么烂，所以之后是凯莉帮他交赎金救了他。过程没有这么简单。凯莉把赎金交给绑匪之后，绑匪并没有按照约定放人。那是李正邦自己逃脱的吗？可以这么说。当时交了钱之后，李正邦音讯全无，大家都以为他凶多吉少。可是谁知道，大概半年后，竟然从印尼那边传来他的消息。正邦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这半年到底去了哪里？叫我多担心你吗？正邦，谁呀？我是凯莉啊。医生，李先生刚康复，不能受太大的刺激，不如让他好好的休息吧。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其实他是在海上被救起的，当时情况很危急，所幸没有生命的危险。他醒来后，连自己是谁也忘记了。那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他受了什么样的刺激？他怎么会突然间失忆呢？以他现在的情况看来，在我们医学角度上称之为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，也叫做 PTSD。患者可能会出现做噩梦、心情大变、失忆等等的症状，可能会持续几年，甚至是几十年。那医生，麻烦你救救他，求求你了！以他这种情况来看，他需要时间恢复，急不来的。其实他好不容易捡了这条性命，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。你应该在他身边多鼓励照顾他，而不是急着要他恢复记忆。李正邦花了1年的时间才慢慢恢复记忆。那王大卫呢？王大卫拿了赎金之后，好像人间蒸发，再也没有人看到他，连他老婆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啊。所以才会导致他现在痴呆的样子。谢谢。据说王大卫之所以会绑架李正邦，是因为他们有生意上的纠纷。李正邦欠了王大卫很多钱，导致王大卫自己本身也欠了一笔债，所以他只好铤而走险。所以王大卫拿钱跑人，把一切的问题都丢给吴文琪，才导致他神经失常。可以这么说。可是有一点我不了解，李正邦为什么那么关心吴文琪？吴文琪是绑架他的人的老婆，照理上他应该不会这么做的。可能他想从吴文琪的口中探听王大卫的消息，拿回赎金。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。可是你想想，王大卫已经这么多年没有来找他老婆，很明显已经把他丢下不管。搞不好他拿了赎金环游世界，到处去 happy 呢。哇，
如果真的是如你所说的，那我追到天涯海角，我都要把这个王大卫抓回来。哇，不需要这么严重吧？你说呢？好了，我还有约，不跟你聊了。你帮我查一查王大卫的底细。人家都还没答应呢。李太太，怎么会来到这里？他人呢？你先听我说，我跟踪了他几天，我觉得他没有可能包小三的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他人在哪里？他在那边。他是来看王大卫的妻子吴文琪的。李太太，李太太，在工作之余，安妥万期。你现在是在干嘛？你发什么脾气啊？你说，你跟这个绑匪的女人有什么关系？你来这里干嘛？你找人跟踪我，是又怎么样？你说啊，什么关系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跟他会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。你少骗我！我刚刚从外面就看到你们两个的眼神不一样。我接近他就一个目的，就是想从他口中知道王大伟的下落，拿回我的赎金。你当我是傻瓜啊？不要再骗我了！信不信由你。总之我问心无愧。我看你做贼心虚。我真的不想在这里跟你吵了，麻烦你离开这里。你不要脸！我要跟你离婚。离婚？你说离婚？我是不会离婚的，你听到没有？除非我死了，要不然我是不会离婚的。你休想从我手上得到任何一毛钱，我是不会离婚的。是啊，远树，我不是你的私家侦探，我是你的私人助理啊！你现在搞得我左右不是人，我真的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好了好了，就这样了。雷，你爹爹不要我了。他说他不想再见到我了。他已经不再像我们所认识的爹爹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妈咪应该怎么办？你已经离开我了，现在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你说还有什么意思？李太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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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太太。喂，舅舅，我们需要帮忙。李太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振邦呢？他没来。没想到我都快要死了，他都没想要来看我一眼。我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一定可以解决的。如果你心情不好，你可以找一个人谈一下。你为什么要做傻事呢？你知道吗？16年前，我们的婚姻就出现过危机。我当时还差点签字离婚。怎么没听你提起过？那是很久的事情了。他总是爱在外面风流，我非常的生气。后来他被绑架回来之后，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。他不但大难不死，还个性大变。他的个性变了。他以前是不管家里任何大小事的，可是被绑架回来之后，他开始变得珍惜家里的所有的一切的事情，也开始弥补所有的破裂关系。后来我们感情变好了，家里的氛围也不一样了，我就再也没有提起离婚这件事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他回来之后曾经有短暂的失忆。那段期间，我跟我女儿花了很长的时间，去跟她说她以前的事情，她才慢慢恢复记忆的。我以为从此以后，我们家里就会变得幸福了，没想到，她最近又变了，变得非常的冷漠。年轻人啊，你找谁啊？哦，老伯，请问这间房子的屋主是不是王大卫？对呀，你是他的亲戚啊？哦，不是，我是记者，我来收集资料的。请问你还记得当年王大卫绑架富商的事吗？当然记得，当时这件事情啊，可轰动了。那你跟他熟悉吗？可不可以告诉我关于他的事情？我不是很清楚他的过去，但是我看得出他和他的太太都是好人，也很恩爱，常常会一起出来散步。说真的，我不觉得他会抛弃老婆，一个人跑掉。小姐，可以去吃饭了吗？你怎么会找我吃饭呢？你不用陪男朋友吗？我总该有自己的私人时间吧？有问题？你们怎么啦？没问题，我真的是纯粹想约你吃饭而已。OK， 啊，你给我5分钟好吗？你怎么还在研究这个无头尸案啊？不是已经 close file 了吗？我就是这么执着。哎，我想问你一些问题。我在审问王富强的时候，他一直坚决地否认第3名死者是他杀的。我看他样子也不像在说谎，所以我就重新看了所有的资料，发现了几个疑点。前面2名死者，他们是因为被灌浆糊窒息而死的，但是第3名死者，他的致命伤是在头部，对吗？没错，报告不是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吗？但是如果是同一个人杀的，死法为什么会不一样呢？你真的相信第3个死者不是他杀的？我就是不清楚，所以我才想理清一切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他们3个人的死因真的没有不同吗？如果你非要针对这一点，我只能说，死者头部被砍下的伤痕有点不同。对啊，我记得你说过，前面2名死者，他们的头颅是被砍了2、3下就被砍下来了，但是第3名死者却用了更多刀，头颅才被砍下来的。但这也不能断定是不同凶手所为，当中存在的因素太多了，比如说骨头的硬度，还有就是当天凶手体力等等问题。但是你也没有办法100%肯定凶手是同一个人，对吗？没错，你说的对。
谢谢。李太太，你不要想那么多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你身子。我在这医院2天，他一次都没有过来。看来他真的是要跟我结束了。人真的是可以突然间变得很无情跟冷漠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想你们2个都需要时间冷静吧。你不是应该要鼓励我离婚吗？这样子你才有生意做啊。那是我老板。其实我最不喜欢处理的就是离婚。一段婚姻如果可以走下去的话，谁想要离婚呢？无论谁输谁赢，到最后受伤的还是自己。李太太，我有一些私人的问题想要问你，我希望你不会介意。李先生经历了绑架之后，除了性格的转变，在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改变？比如生理上的转变？怎么会突然间想要知道这些？我想了解你们之间的关系，我才可以猜测他为什么坚持要跟你离婚。其实，除了个性上面的改变，在性生活方面，他确实是变得很冷淡了。不过看在他有照顾女儿的份上，我也就默默接受了。那除了这个，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转变？经你这么一问，我可是真的突然间想起来了。他以前是没有胃病的，但是经过绑架事件之后，他开始吃胃药了。你有问他为什么吗？他说是因为绑架期间所造成的。我叫他看医生，他说不用，吃药就没事了，叫我不要大惊小怪。嗨，是你啊？那么巧，一个人呢？哦，我等朋友，你呢？我出来吃饭，本来要走了，刚好看到你，所以就来 say hi。看来我们蛮有缘的。对了，李先生的事怎么样了？找到他了吗？找到了，多亏你的帮忙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你救过我，帮你是应该的。哎，对了，提到上一次，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我会有血光之灾？你怎么样了？被你说中了，发生了小意外。哎，没事的，只是被仙人掌刺到了手指。对不起。你干嘛道歉？又不是你的错。其实我蛮好奇的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我乱说的，没想到那么准。哦。Hello。哎。他是，嗨，我叫雪芝。啊，你好，我是安妮，我是文姐的朋友。那不打扰了，我先走。拜拜。需要看到这样吗？你的手脚还真快啊！才跟我分手不久就找到新的目标了。你想太多了吧？我们只是偶然遇到而已。是吗？我看到你们刚才有说有笑的，不像是偶然遇到哦。我才不跟你无聊啊！怎么样？有没有王大卫的资料？我已经查到了。他生活贫困，一直都是靠自己打拼才闯出一番事业。但是一场金融风暴，再加上他被李正邦利用，害他欠下了一笔巨债，他只好绑架李正邦。那你有查到他的身体检查报告吗？没有什么特别的病例，但是他有胃病的问题，需要长期吃药。胃病？的确 ，PTSD 的病患在经历过巨大的创伤之后，会开始出现一些性格上巨大的转变和失忆等等。但胃病是生理问题，不是心理问题，照理说是不会凭空出现的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李正邦现在的身份非常可疑。他到底是谁啊？首先，在李正邦消失的6个月中，他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。可是有一点很明显的显示，他可能不是真正的李正邦。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是吧？那天在疗养院，从他看吴文琪的眼神，还有他竟然为了吴文琪向自己太太发脾气，我怀疑现在这个李正邦就是王大卫。如果你的推测是真的，那这个王大卫真是不简单。因为一个人要在短期之内改掉自己的坏习惯是很难的，但是他去做到了。如果李正邦真的是王大卫，那陈凯丽现在岂不是很危险吗？妹已经死了，如果陈凯丽也死的话，那陈氏集团的财产都会落进他手中。天色向晚，黑夜
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。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请召唤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。